确实有说法。看这把的选择吧。DGC 教练选红，那他选红，要放点啥吗？选红的话，看他用过的空空耳，要不要放反正3个辅助，他要不要放出来打一打？敖影上班了，啊，放。狄仁杰也上班了，嗯2班射手，鲁班大师搬不搬吧？鲁班大师不搬的话，你这射手就不好选了。搬了给了盾山，逼你搬鲁班大师，逼你放盾山。有盾山艾琳，世上无人我不要，不要放给你。但是对面没盾山艾琳了，艾琳被拆了。是的，你自己拿盾山，看你配什么。你要是不拿的话，我就盾山加吃叉了。是的，拿底抛给了 WE。那拿的话，我这边反手苏烈。对的，配合吃叉。你要是不接，我就是盾山加吃叉。接不接？沈梦溪。接了盾山。这手吃叉大概率会给到道仔，因为对道仔上一周吃叉的表现太亮眼了。那基本上新的苏烈要出来了。来了，直接来。就看沈梦溪打沈梦溪对位的火舞要不要出。花会枯萎。哦，选了小乔。也能接 combo。我们看盾山的搭子是什么？司空震。他这个司空震如果摇到发育路去找吃叉打，挺好用。但是他会这么摇吗？目前来看，昭爵在这个赛季还真没有用过，他就用了之前用过2把吃叉，其他的全都是正常的发育路射手。橘右京，这种前期强势，包括高爆发的，摁掉。狼队搬的要圆坦，他搬圆坦的话，进的可能性就变高了。野河，看你要不要处理掉嘛。关羽是在搬青青啊。对，关羽对盾山这个阵容的影响还是很大的，团战很限制。孙尚香还是尊重了一手昭爵。这个镜头给的什么意思？我要来猜测一下，应该是再搬一手。果然这个一定有深意。这真是舒服流对抗路，我跟你说。对，因为他们之前也用白起这个阵容去打盾山。哎，但是当你能把这个英雄打到班位上的时候，教练他的发挥空间又大了。狼队最后一班给了大司命。其实这个大司命就算 WE 拿了，左边有 counter 的空间，但是他可能怕 WE 留到最后。但这样的话，其实，在婉婉的野河这个点上没什么处理。哦呦，渣自己拿了，这是婉婉的一个吃分英雄。是的。打哪吒，那他既然那么会玩，他会不会打呢？其实打这个英雄就是前期打他的野区，让他发育不起来，就比较好应对了。看狼队这把的打野应该是选一个进攻性比较强的了。哦，边路老夫子又来，这就是绝活，绝活之力。震惊长安老虎，一个节奏比较快的打野。对。提起来，最后看一下西安大 B 这手司空震到底有没有摇摆的空间？如果不摇的话，他的发育路是个什么？孙权。既然没有什么输出环境可言，那就拿一个冲锋型的射手。慢，他好拖呀，这阵容。上把面对那个画面是比较惨烈的啊。这把 WE 在前期真得稳得住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打架，什么时候不打。对，这阵容更不能穿了。我是感觉 WE 这把最多的战场应该是在自家的野区，去找机会防守反击，前面就是稳发育，能不能稳得住啊？关键是，然后对抗路要小心。主要狼队这边又是这个老夫子加苏烈这个开团能力超级强的2人组。青青拿到这种英雄，他的画面感就是很足的。对他有个老夫子在，就有一种情况，我跟你打架的时候，我捆你一个，你接不接？你不接你就卖了，你卖了我就有以多打少，再去清点你的资源，然后把经济差拉开。你如果不卖，你就要被迫去打一波你可能不想打的团，但我很想接的
团。是的，但是这狼队会提速，这个就取决于他对这个英雄自己的抓时机的理解，要不然每个人都会用了。青青到目前为止啊，为什么今天反复的 Q 到他，就是像上把他那个也是一样的小。青青目前跟大家说一下他现在的这个情况，他的入侵率达到了33%，对抗路第3，场均入侵时长高达100秒，对抗路第1，就是住在你野区的那种。然后他比较离谱的一些团战数据啊，为什么说他在这方面特别厉害？他的参战支援成功率，就是只要打起来，不一定是团战，高达72%。团战支援的成功率高达72%，团战开团成功率75%，都是成功。对，都是成功的。然后他在一旦打起来，战斗成伤占比啊73%，就是打起架来，大部分的伤害都是他吃的。你告诉我，你的输出位跟收割位凭什么不舒服？对啊，对，就是有70%多的伤害都是对抗路吃了，其他人都没怎么吃伤害，那不就进去完全收割？对，所以这局比赛的话，现在一定得防着点他这个开团点。他现在目前的所有的参战胜率、团战胜率，包括各时间段的打架的胜率，全部第一。这是个很团队的数据。但是我说实话，往前翻一翻，除非特别那种坦编版本，不然你找不到这种数据，挺夸张。这是一个特例，对，这是个特例，独属于他自己的。来吧，双方的第2局比赛，蓝色方重庆狼队，红色方西安 WE， 请做好准备，比分1-0，全军出击。中线开。不过这波蹲山跟沈梦溪的消耗起到了效果。血线压下去了。发一路就自己玩吧，孙权慢慢成长，该放的东西得放。是的，对抗路这里该拿的东西，现在 WE 就不能放了。倒载时差3战25厘，很夸张，有点厉害了。哎呦，信这里拿到了。背一下，两个人自己玩一会儿。哪吒刚开了个大招，开了个视野。婉婉这里没往过靠，选择了先吃中线，看他的动向。往下了。哦，不过抓是抓不到的。是的，明仔这个位置该看的也看到了。下路就过来蹭波线。诱敌之言9真1假。诸位或可一猜。就看婉婉的这个动线是什么样的，就看他玩游戏，确实有时候感觉他很有自己的想法，经常会有这种感觉，思维很灵活。对，老夫子到4了，对于4空阵来讲就得小心了，尤其是要关注对面小乔、老虎这2个英雄。特别是在中线之后，他们的动向是往哪儿走的？这不是明显上去了？是的，这种时候文涛都不能出去看。老夫子，我线上前期弱，但我配合队友的能力太强了。对，我单打打不死你，但我有队友就能打死你。是的。反正4分钟之前，对于 WE 来讲，没有动作就是最好的结果。是的，就前期把自己家资源保护好，不要出现掉状态，无故的掉状态、掉召唤师技能，就能稳稳当当的就行。就过渡。对，不要因为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丢东西。打有准备的架。而且把他们也确实不能乱。其实你专注他们开团手，也就那个杯，或者是哪吒硬冲，但哪吒硬冲飞蛾扑火，基本上是冲不到的。是的，所以基本上全队的开团就易安这一手2技，但这个2技能正面站着的一定是苏烈跟老夫子。W 已经开始做对抗路的线了，这让青青漏了2个兵了已经。
但是把狼队没有强行对对抗路施压，就晚晚的热点图应该在下半区的次数会更多一点。他基本就徘徊在下半区跟中路。哦，中线过得非常快，八路也是现优。龙要刷了，在此之前，小乔在帮裴行武拿完红再过来打架，是的，抢了一个时间差，提前已经站好了河道红已的视野，经拿完了，而且留了场，直接在秒龙，这样双保险，就讲究一个效率。对。 W 也可以接受这条龙放掉，这不好争，主要看狼队他第一波节奏怎么去起，要不要利用老夫子这个点，比较稳定的一个控制。好，玩完了裴行虎第一剑守护着之凯，至于他要做什么，真猜不到，猜不到，真猜不到。反正是个防装。来了，上路大闪捆住了。是的，看伤害有没有，侧面找角度，不太好往里走。捆的是个司空阵。这阵容有老夫子有苏烈，他第一件也能掏出这个了。是吧？看好狼队的有25人 ，WE 的有2人。上路这波节奏没起来，而且 WE 是这个红 buff 让司空阵拿到了，也是非常 OK 的。真得需要采访。 才能了解一下，他直接要红莲了。他到底是个？应该第一件还是红莲斗篷啊？对，这是有坦红莲斗篷，它的性价比就在于它有坦度的同时还有伤害，就近身肉搏的时候会有优势，还有个重伤效果嘛。别人都喜欢第一件冰脉，是的，他喜欢红莲。他这件装备情有独钟，发一路后撤，让对抗路来推进。 好，第一时间看到现 W 这边的话，人全部往发育路靠了几波，想压波塔，辛勤处理好兵线。那上路塔 W 相当于放了，他下路的话没有起节奏，没有推掉。老夫子提前带掉一座边塔还是很顺的，那就没有人敢跟他抢线了，除非你人多。而且接下来你不好揣测他的一些动向。那狼队也可以不着急，就等这个老夫子慢慢过线，来正面参团，或者就围着老夫子这条路一直打。对。 要看这个肉虎到底是怎么个方向啊，在打团的时候，容错率非常高。哪吒先手，但是这个位置盾山回顶，依然怎么直接没了？掉一血，关键开团。苏烈其实没有交闪，应该是蹲到了。对。然后红 buff 还被反了，那这个位置好像有点深啊，吃岔倒了。道仔的25 KDA 吃岔一下子没有了。对。先死了一次。 苏烈被动也掉，哎，这波我以为他们要撤。在我拿到这个红之后，还有想法。他到底要做啥？我看，这个红水晶放在那儿，让人有无限的遐想。确实，你看，不会跟上马一样吧？真公式化打野，真有可能公式化出装，公式化肉野。 红莲加魔女啊！这种出装真的是只有你经济压制、等级压制的时候，你才有输出啊。你如果是军事局或者逆风局，就没什么太大的意思，很容易出现那种伤害不够的情况。真的是比较依赖于队友帮忙对伤害。那他确实是这种出装非常相信队友啊。但这个只能咱们公平公正来看，优势局肯定是没说法，没说的。逆风局就不好讲，所以咱们得把局面稳住。逆风局那就没用了。对，这真的没什么用。盾山闪背，哦，背失败，侧面司空阵配合了一下，但这波的话，熊狼队应该是要撤了。你也留不住他。前面提过了，唯一的先手点就是盾山这一背。如果盾山没背到，哪吒肯定也不能往里飞，就没有后续。对。那这波红 buff 的话 ，W 想防守，哪吒得交大。看哪吒要不要提前跟开大飞过来。司空阵没大呀。 不想让狼队拿这个 buff 拿的那么轻松，过来威胁一下，但这个雷炸的效果一般。正面苏烈闪开，拍3个回顶，动手压进场，来直接绑，招绝没了。另一边的瞬间爆发也跟上，往往跟子桓2个人的配合，几乎把现在 W 打出了一波团灭。现在沈梦溪得赶紧跑，因为其他人肯定是救不了了。
这波狼队打了波大获全胜啊！就现在唯一没有危险的感知，他其实第一时间想赶人走，但他就在那儿白打这个盾，苏烈，他觉得狼队第一时间不还手，他往前压了几步。那苏烈其实真的全技能在，而且旁边藏着人呐，旁边槽里有人呐。上边一个吃叉，后边也有人在旁边能补伤害。对，我们看一下苏烈在这里，这是前面盾山掉一血的那波被蹲了进草，直接死了。然后这里也比较轻易。然后主要是看第二波，这个就是怎么说呢？想法没太统一吧，我觉得。这是第二波，对，就是想白白的耗苏烈状态的时候，苏烈怒了，直接拍3个回顶，回顶完了之后，同时进场，青青又从旁边顺手过去一个捆，捆完吃叉进场。就苏烈就是在那儿你打我吧，但是没有做好防备，2下，然后顺手一开。狼队打的就是很整体，他不是说要靠某一个点要打长蹲伤害才能赢，他就是每个人都能贡献一部分的伤害，各司其职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，这波团自然就赢了。但这其实挺难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他可能敢这么出装的原因。对啊，他这么出装真的很非主流啊，但他就是能赢。你一旦没办法各司其职打出来，你就是每个环节都在崩盘。对。但刚才那个点，我觉得现在 W 也要考虑，因为你刚才面对的是一个你知道狼队要往里钻，而且你4公刃就是手头没大的，你也没什么开团能力。我觉得你小心翼翼的能把他赶走就不错了。其实他刚才就是多往前走了2步，觉得狼队没想还手，但是信也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觉得我不还手？是在把你往里勾呢。对，你还真的就往前压了。双龙拿下之后又是一个压制局。本来前面裴行武跟哪吒的经济是没有拉开的，然后现在这个8600的老虎，那边6800的哪吒，然后你真的看到他带着这个装备往里扑，你飞他也飞不死。是的，哪吒唯一能欺负的好像就是小乔，没错，小乔还有个炽热支配者，还能跑，而且你现在就算真的把他一头撞死，好像也没什么不影响后续。对。这种时候易安就很难受，开谁都不行。小乔是他开不到的，前面2个开其他人都开不死。前面2个开进来，简直就是在犯错。苏烈本身就是对位你盾山的，他会卡位置让你很难受，你必须得开他，你开他，他又能直接反开。王夫子更不能背。那这边问题没有消耗手段，只有一个神魔系的炸，盾山只能给个大，就守不了了，所以没办法守，因为你没办法背。干着急啊 ！W 真没办法，真的是被耗死。是的。哦，又来了，强开一波，但开的效果不算特别好，第一时间反背，但突然这边被捆住了，反手开始补输出，伤害明显不够，现在 W 打不出吊点，另一边的文涛已经尽可能在这个位置刚好，但是一个老虎他都有点打不动，回头再一个集火，直接一人不倒，团灭现在 W 兵线送进来，重庆狼队轻松取胜，恭喜重庆狼队先到赛点，又是1万经济差，很用4个字形容啊，我觉得叫举重若轻。